Hi, Merhaba, this is Carol。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土耳其政府在这一波疫情里面大概实施的因应措施、一些政策的发布，以及我在这边实际生活下来的体验。那首先呢，其实土耳其的疫情一直都是韵韵温温的，直到了3月11号。第一例的确诊公布之后呢，每天的数字就像是云霄飞车往上爬坡一样，不断的攀升，甚至到了1个多月以后的4月23号呢，累积确诊人数直接突破10万人元的大关。其中在4月11号的单日确诊数字甚至有高达5138名，在4月26号数字来到了近20天内最低的2357名，那希望就可以继续的平缓下去咯。那我觉得其实土耳其政府从第一例确诊公告以后呢，是还蛮快速的反应，并且实施了很多因应措施。例如在3月17号，也就是第一例确诊的1个礼拜过后，政府就立刻发布了要全数关闭不重要的娱乐场所，包括咖啡厅、美容院、理发院、电影院、剧院、土耳其浴场、什么婚礼会场啦，巴拉巴拉，这些所有会有群聚活动的地方，全部都会关闭。那类似像这种全球连锁的星巴克等等咖啡厅，真的是非常非常快速反应。政府前一天公告，他们第2天立刻关门，全部关光光，分店一家都没有开，你没有办法再找到任何的咖啡盒，就是星巴克的问题。那一些独立咖啡厅，其实他们没有办法很快的做反应的时候，他们还有一些是直接公告说关闭，有一些呢就是慢慢在看接下来情势，那也还算蛮快的，大家都关了，然后开始会发展自己的外送服务。那其实土耳其的外送平台 APP 还蛮多人在使用，但是一般来说主要都是餐厅跟他们配合。餐厅算是比较还 OK， 因为他们就还是有一些外送跟外带的服务可以继续的营业。但是很尴尬的是，其实只有在一些大地区或是观光地区，警察会真的进去取缔，如果你坐在里面吃的话。但是其实像一些小地区啊，因为伊斯坦堡真的太大，或是某一些巷弄里面的那种小餐厅，根本就不会有人管你，你还是可以坐在里面吃饭。那其实不得不说，其实3月那个时候，土耳其人民的紧张气氛还是非常的低，而且大家对于口罩是有一个拒绝感的，其实没有很多人去想要认真的防疫这件事情。那另外呢，还有大型购物中心，其实也都关，里面的店家几乎也都关了，都是一些服饰啊、精品名品，应该也不会有人再要去逛街了。在这个时期之下，唯一会开的呢，就会是药局跟大型量贩店、大型超市，像 Migros 那种超市，但是他们也是缩短了营业的时间。例如我们家这边的 Migros 就有非常明确的指出，他们是开12点到8点，并且你在进去这些大型商场的时候呢，警卫都会稍微问一下说，哦，你要干嘛？你要去哪里？你就说，哦，我要去超市买东西。在3月中下旬、3月底的时候，土耳其政府也依序的公告了禁止国际航线的部分。那当然是没有说到全面的禁止，所以其实还是有土耳其侨民有被接送回来，然后之前也还是有人可以陆陆续续的离开土耳其回到自己的国家。那学生的部分呢，住在宿舍的同学们呢有分2派，有一派是登记后才可以出门，那有一派是他根本就不让任何人出门了，所以如果你需要去超市买东西的话，你就是写登记单给柜台人员，柜台人员去帮大家一并采买。那其实，在3月那个时候，你平常在生活，或是你走在路上看到很多土耳其人民，他们真的是没有什么防疫的紧张气息或是观念在。虽然政府有很快速的公布一些措施，但是实施跟正视它的人民还算是少数。甚至有一些城市还有一些很可爱的影片释出，是说政府还特地把公园里面的长椅给撤掉，以防太多老人家群聚聊天喝茶。所以到了3月21号这一天，政府真的是下重本。他们直接发布65岁以上的老人家禁止出门，发布了禁足令。然后在接下来的4月4号，也另外发布了20岁以下的年轻人也全面禁足待在家。其实就是把比较容易受感染的高危族群先隔离在家，以防大家的健康。那其实这个禁足令还有另外一些配套措施，例如有一些人担心那独居老人啊，或者是如果他跟他的老伴2个人都65岁以上了，那这样谁要去帮他们采买东西？其实政府都有因应，因为他们好像只要去找一些
地方的警察或是地方的相关人员，就会有人帮你买东西送到家，那还蛮多新闻的。像住在我们家楼上的老爷爷，他们之前也有使用这个服务，所以就会有人帮他送他需要的必需品到家里，我觉得还蛮可爱。那这个禁足令呢，也到了4月11号、12号呢，扩展到了全国达31个省份跟地区，全部不管男女老少都必须要待在家里。那4月11、12那是一个周末，但是发布的时间其实是在4月10号的晚上10点，我记得那个时候造成一波跨年人潮到街上，每个人就是看到什么就买什么，就很担心接下来的2天会在家饿着死的。而且他们其实有的时候最大量购买的呢，会是面包，要每天都要吃很多很多面包，以及面粉，大家会想要做面包来吃，还有一些什么洋芋片、啤酒干嘛，就是你想到零食，全部都被大量的购买。那其实这一波当时还有发生一个什么面包抢夺的争执案件，好像也有上到台湾的新闻，就有声音在担忧说会不会反而造成了更多人感染，因为真的太近距离了。然后这一波过后呢，内政部长甚至还有引咎辞职，因为他觉得他发布太不当了，造成了国民的恐慌。他们最不想要造成的情况就是这样。不过当然总统是没有批准这个辞职的，所以内政部长目前还是持续上任中。接着，在前不久的4月23号到26号的4天呢，政府又另外实施了4天的禁足令。这次的禁足令有一点点比较不一样，是因为4月23号它其实是土耳其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定假日——国际足球及儿童节。那这个假日每一年充满庆祝人潮在街上，然后还会有很多很多的相关活动。这个时候，如果你去抖妈法雀，就是完全进不去，因为就是大波大波的人潮。那大家虽然禁足在家，也是不忘要庆这个日子，所以就直接打开阳台啊，就发现阳台挂满了国旗，然后还有人在屋顶上面不断的挥啊，放那种大收音机，不断的放送庆祝歌曲。音乐，所以其实还是可以感受得到土耳其人民的热情。另外呢，4月24日也迎来了今年的斋戒月。关于斋戒月的介绍呢，我之前有一部影片有讲过，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知道斋戒月在干嘛的话，可以去看。那斋戒月大家都待在家里怎么办呢？而且斋戒月最重要的是叫什么？就要吃皮带。但是很可爱的是，就算是有这个禁足令，面包小贩跟水店是可以营业的。土耳其这边的水是大家都用买的，买外面自来水。所以呢，面包小贩他就会推着他的车，或者直接开着他的车进到大街小巷，然后每个人想要买面包的呢，就叫他停下来，他要买面包。那在斋戒月的时候，我就可以听到此起彼落在问 "Pide varm 吗 ？Pide varm 吗？"很可爱，每个人都在问。那面包小贩就会一一的去送货这些面包，怎么送呢？其实用一个非常土耳其式的方法，是我个人很爱，我从小就非常想要这样做，因为我家的家人很常忘记带钥匙。然后就必须把钥匙丢下去，所以他们其实从以前就是会用那种篮子，从阳台或窗户这样垂挂下去，跟楼下的店主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概念。那现在这些面包全部都是用这样子的配送方法。那很可爱的是，因为面包是他们这边的主食，所以他们都觉得面包就要吃新鲜的。其实像汉格他也一直很不了解为什么亚洲很多面包店都会有那种面包放在塑胶袋里面，感觉好像已经放了2天。怎么还会放在那边卖呢？他们觉得面包就是要吃当天新鲜出炉的才叫做面包。有些人对于今年的斋戒月对于这次疫情的影响是抱持着一些正面的角度来期望的，因为其实斋戒月在日出时就有太阳的期间是不能喝水跟吃东西的，所以其实活动力相对来说也会下降，所以希望人民就会开始减少活动，减少外出活动。减少跟人的接触活动，可能就可以让这个疫情再度的减缓下来。政府接着也有在发布了5月1号到5月3号也会是第3波的禁足令。那我现在是觉得土耳其政府应该是在防止假日人潮拥挤，因为最近土耳其的天气真的开始有回暖了，春暖花开的时候，然后也是个郁金香盛放的季节，应该是真的很担心人民们突然觉得其实也没有什么紧张的吧，全部冲出去赏花，去海峡旁边喝茶。到目前为止，土耳其政府的因应措施大部分就是以上我刚刚讲的那几点。那接下来有几个比较可爱、有趣或是温馨
不知道怎么评论的事件呢，我想要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例如，在很多土耳其侨民或是人民从国外依序接回来，或是依序自己回家的时候呢，土耳其政府一样也是有实施隔离政策。抱怨者也是全世界都有的，就有土耳其人在隔离地区里面大肆的抱怨，而且还自己上传，所以就被发现。大肆的抱怨伙食、抱怨环境，并且还辱骂了国家，疑似辱骂，因为我没有看到他骂的那个影片，我是看到事后接下来的这则新闻发生什么事呢？他辱骂完国家的隔天就被警察抓走的。再来第二个，其实政府在一开始公布确诊数字的时候，完完全全没有在讲确诊案例的所在地或是到过哪些地方。其实相较台湾的资讯透明，土耳其这样一开始让人有点些微紧张。但我个人就是完全不出门了，我管他，我就不出门，太恐怖了。直到了后续一点几个礼拜后，政府他们架设了一个网站，上面就有非常清楚的标示出案例所在地，但当然它不会公布案例的个资，但就是案例所在地以及它的轻微严重状态，所以你就可以上网去查你住的社区那边有没有案例，以及这个案例到底是轻症还是重症。那大家可以看到，伊斯坦堡就是满江红，就是重症区。请大家好好保护身体。然后这个禁足令期间呢，除了有邻居在阳台上面开演唱会，我们家隔壁就有一个邻居姐姐，唱歌真的是还蛮好听的。她只要一唱歌，每个人就会开始打开，然后还帮她拍手，很可爱。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影片也在网络上流传出来了，有人甚至就用遥控飞机送了巧克力给正在路上执勤的特警，然后特警拿到了以后呢，他们也直接用了土耳其的阿菲耶欧苏来请他好好享用。那当然呢，土耳其的网民在这一波浪潮里面是绝对不会缺席的，所以其实在数字一天一天的公布确诊之后呢，就有一个声音开始慢慢流传出来，大家就开始算那个确诊率跟死亡率嘛，然后就有人说，怎么会这么刚好每一天的数字这样公布，但是死亡率都一直非常精确的落在2.1%呢？觉得土耳其太厉害了，怎么可以控制的这么精细？那这些网民们的声量真的是还蛮大的。然后到了最后4月14号，卫生部长也有出来解释说到底这个2.1%的传说是怎么来的？他当然就大范围的讲解了一下，然后说土耳其的状况跟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你当然不可以把其他国家的一些标准直接套用在土耳其这个国家上面来观看，并且呢，土耳其虽然确诊数字不断的上升，但是他们的重症病患其实是有在减缓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重症病患室都已经慢慢有在少人下来。目前的确诊数字的确也是慢慢下滑了，希望可以一路这样子维持，然后我们一起挺过这一波难关。好，接下来就是关于口罩的部分了，因为当然，其实土耳其人跟很多的欧洲人或是美国人等等是一样的，他们对于口罩的观念和东亚人士就是我们台湾人、日本人等等非常不一样，他们觉得口罩第一不需要戴，因为那是生重病的人才戴的，你戴的话只会增加你自己被感染的可能。这边我觉得有点奇怪。总之，他们一开始没有人在戴口罩，但是到了最后，因为确诊数不断上升，然后政府也开始公布禁止65岁以上、20岁以下的青年出门以后呢，他们也开始规定说，上大众运输必须要佩戴口罩。那有些超市也是进超市一定要佩戴口罩，不然你就没有办法进去。接着总统甚至还有公布说，口罩现在是禁止贩卖的品项。其实这还算是一个德政，就是每个人好像都可以拿到一个不要被天价哄抬过后，有些人可能还买不到口罩。可是很尴尬的是，其实我们家附近市场还是有人在卖口罩，但他卖的口罩不是医疗口罩，他是卖那种就是黑色，就不是那种白色或绿色的医疗口罩。但总之，所以我在想，可能这个禁止贩卖是医疗口罩的部分，那一般的布口罩等等，你还是可以贩卖吗？但是有戴总比没戴好啦，而且大家就是尽量维持一个社交安全距离，是还蛮不错的。接下来土耳其政府还有另外再发布一个政策，叫做你登记我罩你的活动，但是目前看起来也是没有每一个人都收到口罩了，以及到底这个口罩是你登记他才给你，还是其实你不登记他也会送给你，这也是另外一个谜题。反正总之有口罩总是比没口罩好，然后大家就是尽量的远离可能被飞沫传染的距离，小心为上。好的，以上就是我的整理跟分享。
希望大家可以因此稍稍了解一下土耳其政府关于疫情的因应措施，还有人民是怎么去看待这一次疫情的一个比较客观的新闻等角度来看它。那目前看起来的确确诊数字是减缓了，希望大家在世界各个角落都可以平安无事。让我们迎接一个史上最美好的夏天吧！希望你喜欢我今天的影片，下次见，拜拜。